Bose 喺23年年底就推出咗佢哋嘅 QC Ultra 系列產品，亦都係咧我自己手頭上比較早植入呢個 aptX Lossless 解碼嘅產品咧。而 Bose 呢個品牌嚟講咧，實在係一個咧好積極回應市場嘅做法啦。時間1年半，佢哋亦都宣布啦 ，QC Ultra Earbuds 型號咧將會迎嚟2代目產品 aptX Lossless 啦，當然繼續支援啦。而實施之後咧，可以話係咧3大重點：聲音表現、消噪同埋免提通話都有所提升嘅新產品咧。究竟變咗啲乜呢？即刻同大家邊試邊講。大家好，我係歡迎嚟到 vivosound.com。咁喺正式開箱之前，提大家，如果想接收最新嘅影音資訊、產品評測或者教學影片嘅朋友咧，記得訂閱我哋 vivosound.com 嘅 YouTube channel，follow 我哋 IG 同 like 我哋 Facebook， 有最新嘅影音資訊會啲 social level 同大家分享嘅。如果大家中意呢一條片，就記得 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因為呢3部曲令到呢條片推送俾更多人睇。唔該晒大家先。包裝上邊咧，其實同第一代係非常之相似嘅。咁唯一咧就係你會見到有 Second Generation 呢個字喺呢一度啦。啱啱推出嘅時候咧就會有黑白兩隻色啦。我咁背面咧亦都會見到拎咗 Made for iPhone、iPad 嘅認證啦，亦都可以支援到 Android 嘅裝置啦，有 Snapdragon 嘅認證，亦都支援到咧 Spotify Tap 呢一個功能。咁如果你講個包裝上邊咧，同第一代睇翻啦，最唔同嘅地方就係咧，佢用翻近年都好多產品會見到呢一種咧，就咁撕開佢就可以開到箱嘅方式。咁上一代咧係一張貼紙嚟㗎，咁喺個包裝上面最大嘅唔同嘅地方喺呢一度。好，咁我哋咧開白色啊。好，咁亦都會有句簡單嘅 slogan 喺呢一度啦。咁如果咧你想睇啲 set up 嘅做法咧，就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 啦。裏邊咧亦都會有佢嘅操控咧簡介喺呢一度嘅。咁一下就播放暫停啊，接聽來電，2下就一首歌，3下就上一首歌。撳實咧就係 ANC 同埋呢一個透通模式嘅轉換，又或者開呢一個咧 Immersive Sound 嘅功能啊。咁由向上撥同向下撥咧就係一個音量嘅加減嘅設定嚟。好，咁之後咧真機咧就會有啲紙咁樣包住佢啦，搣埋佢咧就會見到個便攜充電盒啦，就有啲米白色嘅設計嚟。咁由耳機嘅面板咧就會有 Bose 嘅品牌標誌喺度啦。咁之後咧喺佢哋嗰個固定耳翼嗰度咧就會有 LR 嘅標示嘅。咁另外咧其實喺個耳膠上面咧都會有少少唔同咗咧，就加咗一個 filter 嘅，耳仔污糟嘅嘢咧就唔會列咗落去啦。好，咁之後咧攞翻上一代嚟睇就係，其實個外觀上邊啊真係冇乜大改變嘅。好，咁之後咧藍牙配對啊同埋電量嘅狀態咧，亦都喺呢個充電盒嗰度會見到啦。咁背面咧亦都會有個掣咧，就我嚟做 pair up 嘅充電咧，就係 Type C 嘅充電啦。好，咁之後配件上邊咧，亦都會有一條大頭轉 Type C 嘅 USB 充電線啦。咁固定耳翼同埋直膠耳塞咧，就分別有咧大、中、細碼同埋1、2、3號俾你去揀翻嘅。咁 preset 咧就係用緊一個中碼嘅耳塞啦，然後就用緊1號嘅耳翼嘅。咁之後咧，今次嘅便攜充電盒啦，就支援到無線充電嘅，亦都會有本咧安全指引。Bose 今次嘅 QC Ultra Earbuds 第2代就集中火力啦，改善降噪同埋免提通話嘅表現。咁先講降噪啦，佢哋採用嘅啦就係自家 Custom Tune 嘅耳內音場調校技術，可以根據用家嘅耳仔同埋周圍環境嘅噪音咧，去調整翻輸出聲音以至降噪嘅強度。而今次啦，佢哋就會加入全新嘅 AI 演算法。仲會顯著咁樣改善啦，透通模式入面嘅 Active Sense 效果，令到降噪調整咧更加之平順啊！而呢一款 True Wireless 耳機啦，左右兩邊將會各自配備4組嘅收音麥克風，亦都會加入全新嘅 AI 驅動系統，可以更有效咧減少通話背景噪音，包括風聲、室內對話聲，並且保持啦接收通話清晰同埋至中嘅。而另一個啦，同上一代唔同嘅地方就係啦，今一代嘅便攜充電收納盒啦，就將會咧支援呢個 QI 無線充電。而首批啦喺指定零售商入手 QC Ultra Earbuds 第2代嘅用家咧，就將會獲贈啦專屬收納皮盒一個。記得入手嗰陣啦，問問相關詳情啦。
咁今次啦 ，Bose 呢一隻 QC Ultra Earbuds 第二代啦，其實咧亦都會繼續用 Bose 呢一個 app 嘅。咁撳咗入個 app 之後啦，如果你已經係連接咗隻耳機咧，佢係會自動認到噶啦。咁第一個唔同咗嘅地方咧，就係咧今一代咧係會見到你呢一個便攜充電盒咧嗰個電量嘅。咁咧佢每一次更新咧，就係將隻耳機擺入充電盒嘅時候咧，個 app 就會知道而家嘅便攜充電盒嗰個電量，咁令到你啦知道自己使唔使充電啦。咁然之後模式上邊咧，亦都會繼續有安靜啦、感知外界啦、沉浸啦。咁另外你亦都因應自己嘅需要咧，加一啲使用嘅模式嘅，例如通勤啊、音樂啊、室外啊等等。不過咧，如果你用緊廣東話嘅語音提示咧，呢啲模式個名會有少少唔同嘅。咁安靜咧，其實讀出嚟嘅時候咧，就會變咗係消噪；感知外界咧，就係通透；然後沉浸咧，就繼續係沉浸嘅。咁另外啦，今次嘅 QC Earbuds Ultra 第二代啦，亦都會繼續支援 multi-point 嘅連接啦。咁同埋咧，亦都會對應呢個沉浸式音訊嘅，亦都同好多嘅呢一類嘅產品一樣，係會有靜態同埋動態感測翻你個頭嘅移動。咁然後咧，如果你用動態模式啦，咁佢就會跟住你個頭咧咁樣去轉動佢嗰個輸出嘅方向噶啦。好，咁亦都繼續有 EQ 嘅自定模式啦。好，咁另外一個唔同咗嘅地方咧，就係捷徑呢一個部分啦。咁你亦都可以咧設定翻咧撳實左右耳機嘅時候咧，各自代表嘅功能係乜嘢啦。咁同埋咧喺設定上面咧，今次咧撥動嗰個耳機嘅時候去增減音量咧，係可以將呢一個功能熄咗佢。咁當然啦，啱啱都有提及啦，語音提示嘅功能咧，亦都會有繼續有廣東話啦。咁同埋咧，如果有 firmware update 嘅時候咧，亦都可以透過呢個 app 去做噶啦。好啦，咁啊而家咧同大家分享下啦，我試完 Bose 一隻咧 QC Ultra Earbuds 嘅第二代之後一啲試後感先啦。咁先講佢嘅連線穩定度同埋佩戴舒適度啦。咁一如既往啦，我繼續用 Sharp R7 呢一部智能電話啦，連接呢一隻 True Wireless 耳機咧，咁喺唔同嘅地方去做一個連線嘅測試，包括咗啦地鐵嘅車廂啦、喺商場出邊啦、同埋地鐵站戶外啦、交通燈啦等等嘅地方嘅。咁喺呢啲環境之下咧，大部分情況咧都可以做到一個咧連線非常穩定。咁但係咧就會聽到咧，因為干擾，然後有一個 bit rate 嘅調整，咁令到個聲音咧係相對地冇全速或者一個最高 bit rate 嘅傳輸嘅時候咁飽滿嘅。咁但係咧亦都可以保持到足夠嘅穩定度。呢個咧亦都係 aptX Adaptive 或者 Lossless 呢一個編解碼咧想做到最重要嘅地方，就係咧佢以連線行先。如果咧佢感測到咧周圍環境穩定嘅時候咧，佢就可以用一個最高嘅 bit rate 去傳輸，咁可以咧提供翻最理想嘅聲音啦。咁由佩戴舒適度方面啦，咁佢嗰個 form factor 同埋耳翼耳膠分離式嘅設計啦，我自己覺得個佩戴穩定度同個舒適度係做得好好嘅。首先咧，佢嗰個耳膠咧就唔係一個傳入耳式嘅情況，咁但係咧因為佢 ANC 好好嘅表現嘅關係咧，咁即使唔係一個真係完全塞咗入你嘅耳道之下嘅情況咧，其實個隔音都已經做得十分理想㗎啦。咁然後咧個耳翼啦，我就最後尾用咗一個中 size， 點解咧？就係因為除咗可以更加穩定咁樣戴喺耳仔之外咧，其實喺個便攜充電盒裏邊拎翻隻耳機咧，呢一個耳翼啦，亦都有一個好好嘅幫助嘅。所以咧，我就揀咗使用中 size 嘅耳翼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因應自己嘅情況啦，去換翻呢啲相關嘅配件，去提升你嘅使用嘅舒適度同埋咧使用嘅方便度啦。咁之後咧就講下佢嘅 ANC 表現啦。咁我諗咧用得 Bose 或者考慮得 Bose 嘅耳機嘅產品嘅朋友咧，對於佢嘅 ANC 表現應該都係非常之放心㗎啦。咁嚟到今次嘅 QC Ultra Earbuds 第二代咧，佢最主要改變咗嘅地方就係佢而家左右兩邊加埋有8支咪啦，亦都用咗一個新嘅演算法咧去做降噪同埋提升佢免提通話嘅清晰度。咁所以咧，其實喺降噪上邊咧，我覺得有兩個地方咧，比起第一代係明顯有一個好大嘅提升。第一咧就係佢一啲對於低頻嘅噪音，例如一啲車聲行過啦，或者啲引擎聲咧，其實今次嘅消除嘅效果咧係會明顯有提升嘅。咁其次就係咧，如果你喺一個交通工具有人講緊嘢，又或者一個室內情況，例如喺間餐廳有其他嘅食客喺度講緊嘢嘅時候咧，其實佢今一代嗰個 ANC 啦，
啊，對於人聲嘅消除咧，都有一個幾明顯嘅提升。上一代咧，你都仲會聽到明顯係有人講緊嘢嘅。咁但係咧嚟到今一代咧，其實嗰個人聲咧，除咗係大幅度降低咗個音量之外咧，外來人聲嗰個模糊感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幾明顯嘅提升。咁其次係啦，呢一代啦有一個改善咗咧，都係因為透過用嘅新嘅演算法，加咗一啲 AI 嘅元素落去啦。咁所以咧，其實嗰個透通模式咧，都係比起上一代有一個自然嘅效果嘅。咁但係究竟實際情況係點咧？而家播一條示範片俾大家去了解下先。咁至於聲音表現方面啦，咁其實我覺得各個聲音嘅取向嚟到第二代咧，分別唔算話係好大嘅。咁但係咧，其實喺冇轉換單元、冇轉換 form factor、冇改一啲好明顯嘅改動之下咧，佢嘅聲音嘅改變啦，我覺得都係一個幾正確嘅方向嚟嘅。首先咧就係佢嘅藍牙嘅編解碼啦，仍然係支援 SBC、AAC 同埋 aptX lossless 嘅啫，咁就冇話有 aptX 或者 aptX HD。咁呢個咧都係比較少見喺 True Wireless 耳機去到咁盡嘅，你一係就行 lossless 或者 adaptive， 一係咧就係用翻 iOS 嘅話咧就行 AAC， 咁啊冇乜中間位俾你再去揀㗎啦。咁呢一個情況之下咧，我試嘅時候主要都係行 aptX lossless， 即係佢最高嘅編解碼啦。咁所以咧聲音上邊我就覺得細節嘅圓滑度啊、細節成個動態啊都可以咧有一個幾理想嘅發揮。咁然後咧今次嘅第二代啦，我覺得仍然係低頻上邊咧係十分之討好嘅。咁除咗有一個好豐富、好理想嘅量感之外咧，其實中間嘅層次嘅變化咧，即係一啲低音要嘅質素同埋細節咧，其實佢都可以俾到你。呢個咧都係我自己覺得呢一款耳機咧其中一個好大嘅賣點。同時間亦都雖然係一個咁豐富嘅量感、咁低頻取向嘅 True Wireless 耳機啦，咁但係咧其實佢人聲仍然係輸出十分清晰，唔會有任何模糊感，唔會有任何俾低音冚過嘅情況。呢一個咧都係成個聲音嘅平衡度拎得好好嘅一個取向。咁亦都係咧 Bose 嘅耳機咁多年嚟講咧，都係呢一個取向㗎啦，冇話大嘅改變嘅。而對比翻上一代嘅產品啊，咁今次喺單元同埋腔體冇乜大改變之下咧，我就覺得聲音嘅提升啊係令人驚喜嘅。整體音場咧就變得更加之開揚，細節嘅線條啦亦都更加圓滑紮實，低頻嘅衝擊力同埋整體嘅動態啦亦都會有所提升啊。如果就咁睇個表面就覺得佢換湯不換藥，今次嘅 QC Ultra Earbuds 第二代啦就一定會令你咧大跌眼鏡啦。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作為 Bose 嘅愛好者，又或者平時聽歌咧都係一啲 pop 嘅 music 啊，幾着重低頻嘅量感同埋嗰個質素嘅話咧，Bose 呢一隻 QC Ultra Earbuds 第二代啦，應該仍然係可以滿足到你嘅需求嘅。好，咁之後去到免提通話嘅實試啦，廠方就話咧，今次嘅免提通話嘅清晰度可以話咧，比第一代係大幅咁樣提升嘅。嗰啲實情係點啦？咁而家咧，大家可以睇下呢條示範片做參考啦。好啦，咁啊而家咧同大家試緊啦，Bose佢哋最新推出嘅 QC Earbuds Ultra 嘅第二代呢一對 True Wireless 耳機個免提通話嘅拾音效果啊！咁而家咧應該都會見到我就咧喺個馬路側邊啱啱有架好大嘅泥頭車經過啊！咁今次咧 Bose 針對住呢一隻 True Wireless 耳機啦，係大幅度咧咁提升咗佢嗰個免提通話嘅拾音嘅穩定度嘅。唔知大家又覺得呢個實際效果滿唔滿意咧？好啦，咁啊，但係咧有冇啲咩可以改進嘅地方咧？你會覺得個外觀上邊其實同第一代真係唔係話差咗好遠嘅。雖然啦，你細心睇咧，你就會見到其實顏色咧，特別係白色嘅時候啦，上一代係會有帶少少銀金色，咁但係今次咧就係一個銀白色嘅設計，而且 Bose 嗰個字咧，即係品牌嗰個標誌啦，都有個大細係調整咗。然後啦，嗰個便攜嘅充電收納盒咧，亦都係個厚度上邊咧有少少調整咗。但係咧，如果你要用翻上一代嘅配件，
面，又或者啦，如果你想喺個外觀上邊再揾一啲唔同嘅地方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好明顯嘅啫。咁所以咧，其實未必可以帶到一啲新鮮感啦。可能咧，亦都係呢一隻耳機我自己覺得可以稍稍挑剔嘅地方啦。好啦，咁啊，今次 Bose 呢一隻啦，最新推出嘅 QC Ultra Earbuds 嘅第二代嘅 review 咧，就大上講到呢一度啦。中意我拍片嘅朋友，不該 like 今日訂閱 channel，我撳訂閱。咁喺訂閱之後咧，撳埋右邊嘅鐘仔，我哋有新片咧就會通知大家噶啦。係近期啦，我哋都有唔同嘅影音同埋音響產品嘅 review 咧做咗嘅。咁有興趣嘅朋友啦，可以睇翻呢一條片啦，就支持一下我哋啦。今日咧大上講到呢一度，下條片再見，拜拜。